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期小视频接着上一期的话题，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安装和升级家居的暖气炉。这个是用了38年的老暖气炉，可以看到已经非常陈旧了，很多灰尘，而且很多金属件呢已经开始生锈了。它使用的是这种老式的金属管道。这个是我刚刚完成安装的 Goodman 高效的 Two Stage 8万 BTU 的新式暖气炉。和老的暖气炉相比呢，这个呢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显著的升级，因为它的排气系统、进气系统、控制系统和排水系统都跟老的暖气炉有非常大的不同。就像任何的装修项目一样，拆除是成功的一半。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关掉这个暖气炉的电源。如果你没有单独的这个开关的话呢，那需要去配电盒去把给暖气炉供电的这个开关把它关闭。然后呢，需要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个老的暖气炉和哪一些部件呢连在一块儿。这个是电路的部分，我专门 mark 了这个空调的线。这个呢是冷空气的进风口。这个老的暖气炉呢，实际上它没有这种电路板，它都是靠以前的安装的师傅呢人手把这些线接起来的，相当的不容易。这个是煤气管。好，看完这些基本部件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的暖气炉。这个是新的暖气炉的供电线，3条线：火线、零线和地线。这个是煤气的接口，上面是一个 burner。这个下面的微电控制部分呢，非常整洁，它实际上是使用了一种线路板。那技师呢就不需要再一根一根的线来把这个不同的组件呢把它连接起来，因为线路板已经充当了这样的功能。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新式暖气炉的安装，至少在线路部分比旧的暖气炉呢还容易很多。这个呢是风道的入口。实际上这种暖气炉呢，这个风道可以从左边、右边和下面3个地方任意选择。我呢还是沿用老的暖气炉的风道的入口的位置，在右边。这个是暖气的开关。第一件事呢，先把它关掉。关呢，这个很简单，这个你看竖直的这个就是有煤气，然后横过来就是关掉了。但这种开关呢，关之前要注意，它后面有个螺母，所以说不要硬掰，后面的螺母要稍微松一下，然后关掉，然后再把它紧掉。好，下面呢就是要关闭天然气的开关。关掉了。关掉以后呢，把这个后面呢再把它上紧。每一次动了这个煤气管道，不管是开还是关呢，都需要进行防漏的测试。用肥皂水可以喷到那个周围，看一下有没有漏气。好，现在我用这种大的这个 pipe wrench 去把这个煤气管和炉子结合的 union 把它打开。这个装置呢，在我之后的视频当中会继续给大家展示。这种铸铁管是极其坚固的。而且我个人认为呢，这种老式的连接方式呢，仍然是最好的。好，现在呢，我找到这个主的电源的接口，
这个线呢接得很乱。我现在这堆线根本不用管它，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这根钢的线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看，我就是要这样一根线，以前它都没有装地线。3根线非常清晰，火线、零线、地线。那么刚才在车库里面大家已经看到，新的煤气炉也是3根线，黑线、白线和绿线，所以 straightforward 非常清晰。好，下面呢，我们来拆这个低压线。低压线在这儿一块儿，这个呢，我 mark 了，这是空调，这条线是空调的线，空调的 Y 制冷线。这个白色的很多线缠在一块儿的，这是 CY， 这是 C 线，拨开就可以了。线已经拆完了，这个是高压线115伏，这边是低压线24伏，其中这条是从空调通向炉子的线。那么这2条线，这一条我会继续使用，这一条我会换成一根5个线头的线，我已经买了。好，下面呢可以拆炉子了，现在就是把这个还有这个管道拆。实际上，当你拆除的时候，对所有的炉子的连接的原理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了解，那么在你之后安装的过程呢，会让你更加清晰，不会出错。所以拆除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关键。这种老式暖气炉所使用的这种金属管已经不再需要了。好，来，这老式的炉子以前是用这种金属的排气管，新式的要用塑料的 PVC 的，所以现在不用这个。这根排气管呢是通向屋顶的。现在呢，只有这个热水炉还在用，所以呢，要把这个暖气炉的风口把它封死，不然的话会有废气排到屋里面来，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在这种炉子的正上方呢，是空调的室内机，室内的这个 condenser coil。那么把这个炉子取下来以后呢，我发现这个室内机呢也挺脏的，可能已经30多年没有任何人来清洁它了。我决定呢，在安装新的炉子之前，先把这个室内机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我买了这种专门的清洁剂 Condenser Unit Coil Cleaner。这种 cleaner 呢，它是产生很多泡沫，可以把脏的东西去除掉。它的盖子上呢还配备了这种刷子，可以顺着这个 coil 的页面的纹路来刷。这个时候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顺着这个纹路。可以看到还是很脏的，因为这个东西呢，实际上，炉子装好以后呢，你是很难清洁的。我在今年做过一期视频，清洁空调的室外机。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呢是类似的，但是呢，这个室内机呢，它是包在这个风道里面的，所以呢，相当难于清洗。而室外机呢，每隔1-2年可以清洗一次。如果大家对这个有感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我屏幕一角的链接。也可以使用一些牙刷来把一些灰尘把它清除掉。然后呢，我会第2次再用这种 foam 把它喷上去。其实这一步呢，基本上因为我自己帮我自己安装，所以可以做得比较彻底。如果找师傅来做呢，很少有师傅会帮你做这一步工作。如果你愿意自己做，那么师傅一般也不可能停下来等你，因为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这可以说是 DIY 的一个好处吧。最后一步，我用清水把它 rinse 一下。其实这种 foam 呢是可以不用清水来清洗的，但是呢，为了更彻底的清洗，我还是决定喷一些清水，很多脏东西还是被水冲了出来。我之所以把这个空调的排水管剪掉呢，是因为第一，我不想让这些脏的东西冲到这个下水里面去；第二呢，因为 anyway 我也需要把这个管道剪开，因为我需要装一个3通去连接这个炉子的排水管。好，现在呢，就开始准备打开一个风道的开口。我先用 marker 在这个炉子的侧面标记好了位置，然后用 grinder 配上切割金属的锯片来把它锯开。做这一步的时候要注意，里面的保暖棉呢不要取掉，因为它能起到一种防护的作用。不然的话呢，这个火光可能会伤害到里面的电子元件。好，现在呢这一步呢，我是要装一个filter 的 rack。这个 rack 呢，我上一集已经说过了，因为很难买到，它可以装在这个炉子外面，也可以装在里面。那么我呢，就是从我的老炉子上面把这个配件拆下来，然后装到这个新的炉子上面。这个螺丝多余的部分呢，我最后会用 grinder 把它切割掉，把它磨平。filter 就将放在这个位置。好，现在把这个炉子推到地下室，可以准备安装了。推上去以后呢，我发现一个小问题，虽然我量的尺寸和这个风道的开口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风道比这个开口呢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它上面呢还是有一条缝隙。于是我就决定把这个风道的最下部分把它拆除掉，装到这个炉子上，然后再安装这个风道。这样做呢也是更方便固定这个风道和这个炉子的这个接口，因为最下面我可以用螺丝把它固定。在风道和炉子连接的地方呢，我打了一些耐热的 silicone。另外在炉子的一圈呢，我还贴了一些密封的胶条。我用 puncher 先打一个洞，
这样呢会方便上这种金属螺钉。结合非常的紧密，我非常满意。好，现在推到位。你可以看到呢，这个风道呢，比之前呢多了大概半寸左右，所以我需要用这种铁剪刀把多余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工具呢把它卷一个边。这个工具呢，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也出现过，就是用来包窗户用的，它可以用来做一些铝啊、铁的这种 flushing。好，现在把它推进去。这个侧面呢实际上是2个金属槽相互卡在一块的，把它推进去就可以了。而另外2面呢是另外一种形状的金属的 strip， 然后也是把它插进去，然后把它折起来。在边缘我会用2根金属的螺丝固定。最后呢，这一圈的接缝呢，我会又打上一圈 silicone， 进一步的密封。好，这个呢是用来做炉子上面的一个风道，因为这个新式的暖气炉比老的暖气炉呢低了大概15寸左右，我就需要买这种专门做管道用的铁皮。这个呢要注意，要去那种风道的 section 来购买，而不要去买那些比较厚的铁皮，那样会不好操作。好的，这一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期还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接天然气和接电，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有所帮助，请给我一个 thumb up。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